这几个老外到底有多会作死？他们驾驶着2辆摩托艇急速冲向对方，在即将发生碰撞之际立即调整方向，来了个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极限操作。男孩们玩得不亦乐乎，而2个妹子却吓得失声尖叫，哭喊着叫他们赶紧上岸，因为一旦失误必定原地吃席。可面对他们的苦苦哀求，驾驶员老黑和格雷并没有理会，随即又拉开距离开始了第2次，结果不出意外的发生了意外。剧烈的撞击让几人顿时摔入海中，格雷的小腿血肉模糊，断骨清晰可见，老黑更是当场昏迷，险些沉入海底。好在汤姆及时发现，将他给救了上来。几人相互搀扶，赶紧爬上摩托。简单处理好格雷的伤势后，汤姆试图打电话报警，可他们早已冲出了信号范围。而因为另外1辆摩托艇已经报废，剩下1辆摩托艇无法承受5人的重量，米莉和老黑只能继续泡在海里，期盼着有路过的渔船能够发现他们。然而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海面上却依然风平浪静，看不到任何希望。由于格雷的伤势已经无法继续拖延，戴娜便打算将老黑2人留在原地，先将格雷送去医院救治。然而就在汤姆尝试点火时，却发现摩托艇怎么也无法启动，显然是刚才的撞击让摩托艇发生了故障。于是他们不得不挪动格雷的位置，看看能不能找到是哪里的问题。结果途中又不小心让他摔倒。而汤姆在打开坐垫后，也发现没有工具，根本无从下手。看着格雷痛苦的样子，几人只能将他又重新抬了上来。一番折腾下，格雷几乎要失去意识，但此刻的他们没有任何办法，只能继续留在原地等待救援。戴娜拿出手机反射太阳光，希望有人能够发现。米莉却让他不要白费力气，因为现在是早上7点，根本不可能有人外出。更糟糕的是，他们的位置也距离海岸越来越远，如果不尽快想办法回到岸上，等待他们的只有死路一条。戴娜再次打开手机看看有没有信号，却意外发现了男友汤姆和好闺蜜米莉的亲密照。眼看自己的秘密被发现，汤姆不顾一切想要拿回手机，而戴娜则死活不同意。结果在争抢时却发生了意外。随后米莉向戴娜道歉，说他们是在喝醉时不小心犯的错。可戴娜怎么可能相信？就在现场的气氛无比尴尬时，老黑突然想到出海时他们看到过一艘帆船，于是打算独自一人游过去求救。其他人担心有危险，立刻表示反对，但老黑不想继续坐以待毙。作为学校游泳健将的他有信心做到，大家听后也不再阻止，只能祈祷老黑能成功找到救援。然而目光所及之处一望无际，根本看不到任何东西，想要找到那艘船又谈何容易，更何况是危机四伏的深海。果然老黑还没游出去多远，米莉就看到了可怕的东西。此时老黑还在奋力地往前游着，加上海浪的声音，他根本听不到同伴的提醒。下一秒鲨鱼就消失在水面。就在几人以为老黑必死无疑之时，却惊恐地发现鲨鱼出现在了他们身边。惊慌之下，几人不慎掉入水中。更要命的是，米莉还不会游泳，而恐怖的鲨鱼就在他的脚下。关键时刻，汤姆及时赶来救援，两人迅速朝着摩托艇的方向游去。好在鲨鱼并没有对他们发起攻击。可汤姆刚把米莉安全送到摩托艇上，戴娜和格雷又陷入了危机。他再次跳入水中准备救人，不料还未靠近鲨鱼，就突然袭击了格雷。伤口散发的血腥味让他成为了鲨鱼的目标。汤姆吓得赶紧逃回摩托艇上，可戴娜也跟着格雷一起被拖走了。原来是他的头发缠在了对方的手表上，两人瞬间被拉入深海。眼看就要葬身海底，戴娜只能拼命拉拽头发。关键时刻，手表终于脱落，凭借着仅存的一丝意识，戴娜在即将窒息的前1秒浮出了水面，而格雷却成为了鲨鱼的食物。看到戴娜还活着，汤姆两人顿时喜出望外。戴娜奋力游向摩托艇，在汤姆的帮助下成功化险为夷。与此同时，前去寻找救援的老黑也终于看到了希望。那艘帆船就在不远处，他兴奋地大声呼救，可船上的人根本没听到他的声音。就在老黑继续往前游时，一只巨大的鲨鱼背鳍突然从眼前一闪而过。这可把老黑吓坏了，赶紧潜入水中查看情况。结果鲨鱼又消失得无影无踪，眼下唯一的机会就是近在咫尺的帆船，可他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。大白鲨锋利的牙齿一瞬间就让老黑的腰子皮开肉绽，剧烈的疼痛让他发出无助的惨叫。求生的本能促使着他一边呼救一边拼命往前游，直到这时船上的人终于发觉异常。只可惜老黑已经沦为了鲨鱼的口粮。剩余的3人见同伴迟迟未归，已经意识到他很可能发生了意外。米莉不由得情绪崩溃，说他们肯定会死在这里。烦躁的汤姆让米莉赶紧闭嘴，绝望的情绪开始蔓延。此时已经是下午3点，头顶烈阳高照，暴晒加上严重缺水，让几人无比难受。米莉想要饮用海水解渴，却被戴娜阻止，因为海水只会让他们的脱水更加严重。汤姆再次尝试修好摩托，却还是以失败告终。就这样，3人终于熬到了晚上。骤降的气温让他们直打哆嗦，一望无际的漆黑让人极度恐惧。鱼儿不时跃出海面的动静更是让
让他们紧张不已。难不成鲨鱼晚上也会出来觅食？这时戴娜突然发现黑暗中涌现出一道微弱的灯光，他们立即兴奋地大声呼喊，但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眼看光点距离他们越来越远，戴娜建议汤姆直接游过去求救，而作为三人中唯一的男性，汤姆自然不好多说什么，只能硬着头皮进入冰冷刺骨的海水中。害怕水下有鲨鱼，他每前进一步都十分谨慎。突然水里有动静，直接把汤姆给吓了回去。戴娜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喜欢的男人竟然这么废物，没办法，她只能选择亲自出马。好在一路上并没有出现任何异常，但当她好不容易来到亮光处，却惊恐地发现对方也飘在水上，并且已经彻底失去了生命迹象，看样子也是被鲨鱼袭击了。惊慌失措的戴娜连忙返回，在汤姆的接应下回到了摩托艇上。获救的希望再度破灭，三人已经彻底心灰意冷。很快太阳从海面上缓缓升起，这时他们才发现那具尸体已经飘到了眼前，随之而来的还有几块木板。他们合力将其捞起来后，打算当作船桨，还把男人身上的救生衣扒下来，穿在了不会游泳的戴娜身上。随后他们使劲向着岸边划去，可因为身体严重的缺水和长时间没有进食，划出去没多久，三人就透支了所有体力。更可怕的是，消失已久的鲨鱼突然再次出现，一口就咬掉了戴娜的木板。虽然汤姆及时用木板将鲨鱼赶跑，但鲨鱼并不会轻易放过自己的猎物，又一次跃出水面咬伤了汤姆。戴娜赶紧用衣服给汤姆包扎好伤口，眼下他们唯一的希望还是修好摩托艇，可没有工具机盖根本无法打开。就在戴娜和汤姆努力尝试时，饥饿的鲨鱼也一直在附近虎视眈眈。三人见状不敢有丝毫放松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，防止他突然发难。可下一秒鱼鳍就沉入海底消失不见，戴娜顿时感觉大事不妙。不料就在这时，三人瞬间落入水中，鲨鱼立马发起袭击。这一下让汤姆严重受伤，在戴娜的帮助下才侥幸捡回一条命，但紧随而来的米莉就惨了，她好不容易抓住摩托艇，却被鲨鱼一口咬住了下半身。戴娜努力想要救人，可米莉瞬间口吐鲜血，周围的海水也被染成了红色。随着镜头一转，米莉的下半身已经消失不见，戴娜只能含泪放手，看着同样奄奄一息的汤姆，她害怕的浑身颤抖，似乎从二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结局。但强大的求生意志使她并没有轻易放弃，她再次掰开摩托艇的坐垫，使出吃奶的力气，竟然掰断了机盖。显然是鲨鱼的攻击让机盖发生了破裂。接着戴娜将整个机盖揭开，终于得知了摩托艇不能启动的原因，是引擎的输油管发生了断裂。但想要将其重新接上，没有配件几乎不可能。无计可施之时，他注意到了海面漂浮着的救生衣，似乎想到了什么，于是便将机盖碎片放在身上，然后鼓起勇气跳入海中，成功从救生衣上取到了充气管。可这时鲨鱼也来到了戴娜身后，不过他并未发起袭击，而是径直朝着摩托艇游了过去。鲨鱼想要把摩托艇上的汤姆弄进水里，戴娜见状赶紧朝摩托艇游去，可尝试无果的鲨鱼却盯上了他。看到这一幕的汤姆立刻大声提醒，戴娜连忙停止前进。眼看鲨鱼朝自己快速逼近，他知道只有正面迎战才有一线生机，于是果断掏出了别在身上的机盖碎片。汤姆以为戴娜已经被鲨鱼吃掉，不料正悲伤之时，戴娜却爬上了摩托艇。他从鲨鱼口中惊险逃过一劫，看到他还活着，汤姆终于松了一口气。而戴娜也利用充气管成功接上了输油管。当引擎被启动的那一刻，他终于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，兴奋地拧紧油门，带着汤姆赶紧朝岸边驶去。可眼看海岸已经近在眼前，阴魂不散的鲨鱼又追了上来。发现不妙的戴娜立刻加速前进，但还是没能摆脱鲨鱼的袭击。被咬坏的摩托艇变得更加缓慢，这样下去他们根本撑不到岸边，就会葬身鱼腹。关键时刻，懦弱的汤姆站了出来，他直接跳入水中，准备以身为饵给戴娜争取逃走的机会。虽然汤姆是个渣男，但戴娜并不想放弃，想要带着他一起离开，而汤姆却果断将伤口暴露了出来，血腥味很快就将鲨鱼吸引了过来。直到看见汤姆被鲨鱼拖走，戴娜这才满含泪水地驾驶着摩托艇离开。可就在距离岸边只有一步之遥时，摩托艇却不慎撞上了礁石，戴娜也跟着掉入海中。她赶紧浮出水面，手脚并用，拼命地朝岸边游去。结果一转头，却看到了鲨鱼那恐怖的背鳍。就这样，鲨鱼被卡在礁石之间，戴娜有惊无险地回到了岸上。她躺在沙滩上，大口地喘着粗气，紧紧握住一把沙子，确认自己不是在做梦，然后拖着受伤的身体艰难起身，离开了这个差点让她丧命的地方。